川书成单亲妈妈，却发现自己的孩子是个白眼狼，每天作妖就是想到他爸身边。女人直接把孩子扔还给他爸，让他们父子去相亲相爱，自己过着潇洒人生。看着眼前哭嚷着要找爸爸的5岁小屁孩，苏月决定让剧情提前点。这种白眼狼谁爱养谁养。苏月拉着苏锦来到简氏集团的大楼，指着楼内大唐报刊的封面说道：“那个就是你爸爸。”封面上正是小说男主，也是简氏集团的掌权人简北辰。简氏集团的保安很尽职，看苏月领着小孩在门口徘徊，便来询问：“女士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吗？”苏月摆手表示没事，便拉着苏锦走了。他的身份便是预约也见不到简北辰，所以只能走昨日找好的路线，绕过前头走到后面地下车库。苏月拉着苏锦往他昨日找到的狗洞那处走，突然身边的苏锦不走了，并且松开了他的手。苏锦小脸绷紧，眉头紧锁。他从身后的书包拿出用作业纸包的信封，这是2000块。昨晚苏锦数了很多遍，正好20张。他想清楚了，找爸爸的钱可以再攒。苏月需要买手机就买。苏月挑了挑眉，从前天下午吵架过后，他就没搭理苏锦。这小霸王的性子，原主搞不定他绝对不惯着。见苏月接过信封，苏锦眼中带着委屈说：“你是不是想要把我丢掉？那个人不可能是我爸爸。姥姥说我爸爸是个穷小子，在工地做力气活。”苏锦没看清杂志上男人的脸，他明白能够被采访都是成功的人，这一定是苏月找来糊弄他的。你姥姥说话不可信，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？苏月说着，继续拉起苏锦的手往东边走。苏锦想了想，也是苏月没有骗过他，找到了就是这里，领着苏锦钻过狗洞，躲着巡逻的保安人员。苏月到了地下停车场，找到男主停车的位置，拉着儿子坐在一个柱子后面，小声交代道：“爸爸的条件比妈妈好，以后你有什么需求便和爸爸直说，他会答应你。”苏月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了车子驶近的声音，他没再说话，专心起身去看是不是男主到了。此时苏月没注意到儿子皱巴巴要哭的表情，苏锦明白了，苏月要将他送给爸爸，是真的不要他了。虽然之前他一直要找爸爸，但是却没想过离开苏月，即便这个妈妈遇到事情只会哭。苏锦刚想要表达自己的意愿，便被苏月扯了出来。来的车正是男主那辆，一身黑色西服，干练整洁，露出精致立体的五官。若说长相和男主有7分像的苏锦是小天使，那么简北辰便是谪仙一般的人物。简北辰这样的人物出行皆有保镖在侧，所以在苏月拽着苏锦出来的瞬间，便被保镖拦住了。男主对突然冒出来的人并不关心，简北辰看都没看便走了，这让苏月不得不喊出来：“简北辰站住！”那人脚步连顿都没停顿一下，压的果然是对女配不假辞色、冷血无情的狗男主。你是不是不认儿子？这句话让简北辰停下了，活到这么大还没有哪个女人敢来搞这种事。商界谁不知道简北辰从不玩女人，这时候冒出一个女人来让他认儿子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简北辰嘴角泛起冷笑，转过来走到苏月跟前道：“不要和我玩这种把戏，诽谤会付出代价的。”苏月丝毫不惧简北辰的气场，抬了抬下巴说了个地名：6年前古水河畔酒店腿根红色水滴。听及此，简北辰眼神顿时如墨色深沉，眸底深处情绪翻涌。当年的确和一个女子在那里发生了关系，那时他被对手下药，对方试图让自己名誉扫地，他找机会逃脱了，然后遇到一名女子，神志不清下发生了关系。第2日醒来只剩下他一人，本以为是圈套，结果那女子却迟迟不露面。苏月又将一个纸条拍在简北辰手中道：“你儿子你可以做 DNA 鉴定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过后联系我，咱们解决一下后续问题。”说完，苏月弯腰捏了捏一脸傻气的苏锦脸蛋道：“这就是你爸爸妈妈说到做到了，照顾好自己。”干净利落的交代好事情，苏月转身走了。在旁的2个保镖哪里敢拦着，他们恨不得没长耳朵，老板的八卦听不得。简北辰这才仔细去瞧女人身旁小孩子模样，他没注意到苏月已经走了，因为男主正看着苏锦的脸陷在震惊中。苏锦也是同样的反应，对上简北辰的脸，他有些相信眼前的人是爸爸，可他现在不想要爸爸了，早知道就不说要找爸爸的话了，妈妈一定认为是他要爸爸不要妈妈。想明白的苏锦决定和妈妈解释清楚，扭头一看，苏月人已经走没影了。从未和母亲分别过的苏锦慌了，妈妈说他是男子汉不能哭，可是他要找妈妈。苏锦最后将希望放在简北辰身上，他搂着自己的小书包吸了吸鼻子道：“我惹苏月生气了，你能帮我求情吗？”简北辰看着面前的小男孩，心绪极为复杂，一时之间竟不知该说什么。先上车，苏锦抱紧书包，虽上了车，但眼底充满了对简北辰深深的戒备。简北辰看向窗外，食指拇指交错摩搓，神色晦暗，莫名在思考着什么。2人都没有要说话的意思。就这样，车子重新驶出地下车库，苏月将苏锦留给简北辰便离开了。作为男主又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苏月很放心让苏锦待在简北辰身边。无论是原主还是现在的苏月，最放不下的唯有这个儿子。如今将苏锦安顿好，虽然心有不舍，但惆怅过后更多的是轻松。对苏月来说，川叔当了孩子妈，这无疑是一场人生大变故。眼下算是给了他一个喘息放松的时间。拿着信封里的钱，他准备先去买个手机。另一头，简北辰从停车场直接驶离了公司，他去了简氏集团旗下的一家私立医院。在医院门口，院长接到电话，早就等着了。车内的简北辰顺着窗子递过一个文件袋道：“亲子鉴定，下午我要知道答案。”在院长的连连应是声中，简北辰开车回到了自己的公寓。苏锦在妈妈离开后上了简北辰的车，出了公司到医院，再到高级公寓楼。苏锦全程不哭不闹，只是目光看着窗外，眉头紧紧皱着。简北辰给苏锦倒了一杯水，放在他面前，报告此刻还没出来，但直觉告诉他，这个孩子很大可能是自己的儿子。苏锦一个5岁的小孩，却展现出大人一般的冷静道：“我想一个人待着，没确定你是我爸爸之前，我不想和你说话。”简北辰答应下来，带着苏锦去卧室休息。之后父子俩再没有任何多余的交流。到了下午，院长亲自开车把报告送来，看着纸张上写着的符合遗传规律，概率大于99.9%的字样，简北辰有些恍惚，既没有为此感到难过，也没有多开心，这是他从没有想过的事情。但不可否认，他初次见到苏锦，便有种说不上来的亲近感。简北辰揉了揉太阳穴，起身到屋子里将苏锦叫了出来，然后将亲子鉴定报告给了他。
苏锦接过来仔细看了起来。片刻之后，苏锦绷着小脸将报告放在桌子上道：“我看不懂，再早熟也只是个5岁的孩子。”报告上各种基因点符合等等列表，他完全不明白。简北辰眼中闪过一抹笑意，说出结论：“我是你爸爸。”本想让自己说话声音听起来柔和些，但从未和孩子相处过的他，说出来的语气反而听着别扭。苏锦并没有注意这些，他眼神看向简北辰，仔细的盯着，像是要把模样记心里良久后说了一句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可以送我回去找妈妈了吗？”这时突然门铃响起，张特助手里拿着一叠资料来了。简北辰站在门口没让人进来，他接过张特助手中文件，快速吩咐道：“将明天会议和工作都推掉，后日议程暂定，等我通知。”然后不等张特助说话，门啪的关上了。张特助很是惊奇 ，boss 撇开工作忙私事，这还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。手拿资料的简北辰没有去苏锦房间，他特意拐到阳台先看了苏月的资料。大学毕业后在一家食品公司当文员，日常生活3点一线。资料里的苏月没什么特别，普通人的生活便意味着穷。简北辰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女人想要钱。想到这里，简北辰拿起手机，对着纸条上的号码给苏月拨了过去。苏小姐你好，我是简北辰。苏月此刻正在吃饭，知道对方这个时间给自己打电话，便是已经确定了苏锦的身份。明天上午10点，丽水小区3栋202，咱们见面谈。简北辰答应爽快，眸底幽深暗涌。他还想再试探一下苏月态度，却听到话筒那头传来忙线的声音，自己被挂电话了。简北辰有些争冲。苏月拿粥不小心洒到地上，手忙脚乱收拾完，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按断了通话。想来也没关系，他和简北辰没什么可寒暄，明日见面再谈便好了。和苏月通完电话，简北辰到屋中和苏锦说道：“明日我带你去见他。”苏锦点点头，严肃的小表情和简北辰简直一模一样。简北辰莫名心软了一些，第一次有和一个小孩子说话的心思。可以和我说说你这些年的生活吗？苏锦皱着眉头看简北辰的目光充满了戒备。我凭什么要告诉你？你之前不知道我，以后也不要知道。简北辰愣住了，他没想到儿子对自己竟然是有敌视的态度。可是我现在知道了，你妈妈送你过来就是要把你给我，以后你都会和我生活在一起。苏锦拿起桌前的水杯向简北辰丢去，你骗人才不是！偏头躲开水杯的简北辰皱眉，语气冷冷道：“苏锦，你这叫没规矩，你妈妈没教过你吗？”苏锦愣了，哇的一声哭出来，然后大喊：“用不着你管我！”说完跑回之前所待的卧室，将门反锁了起来。简北辰太阳穴隐隐发胀，松了松领带，坐在床上拨弄着头发。他根本不会和孩子相处。过了许久，简北辰敲了敲门道：“出来吃饭，明天我带你去找他。”见屋子里迟迟没动静，简北辰又道：“你再不出来，我就让你永远见不到妈妈。”威胁的话说完，门被打开了。苏锦眼睛通红，冷着小脸走出来，坐在餐桌上，面无表情的吃着东西。简北辰捏了捏鼻梁，这比他开一天会议都要累。这边父子俩针尖对麦忙，另一边苏月吃了午饭后便醉心于网络世界，因着身体生病，苏月存的年假这回一下都用了。他请了5天，这是第2日。苏月虽然缺钱，但这个工作他不打算继续做下去。苏月前世在时尚圈，华夏国的服装设计领域可谓是独占鳌头。在网上，苏月特意查阅了资料，国内要举办服装设计比赛，前3名有奖金，夺取第1名还可以前往国外进修，这是一个提升自身的机会。待明日见完男主，他得想办法看看如何能参加这次比赛。当晚，苏月一夜无梦，躺在床上的苏月睡得很好，殊不知他儿子长相随了男主，那倔脾气却是10成10的像他。昨日定好了9点出门，早上7点苏锦便起床，坐在客厅，背着自己的小书包乖巧的等着。他也不催简北辰，就坐在那里盯着。简北辰走到哪里，他的视线就落到哪里，只要简北辰和其对上视线，就能看出苏锦那脸上满是什么时候走的表情。最终拗不过苏锦，父子2人在7点50分出了门。这一趟简北辰没有带保镖，西服口袋装着早就备好500万余额的银行卡。他想只要苏月不提过分的要求，他都可以答应。孩子还小，脾气秉性可以重新引导，不能跟在苏月身边被养歪了。苏月居住的地方是个老小区，来到自家住的小区，苏锦便认得路了。他的心情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。他走在前，一路小跑到家门口，想起苏月把自己丢下的举动。苏锦站在2楼楼梯拐角处不动了，他等着落后的简北辰过来敲门。小孩子的情绪都写在脸上。简北辰想起初见时儿子让自己帮忙求情的话，他心想苏月在孩子心里还是比较重要的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他可以让一步。然后简北辰在门口等了半个小时，敲了第3次门无人应后，简北辰看了眼苏锦道：“不在家。”苏锦提出了解决办法，打电话。一大一小极为相似的脸，简短的对话，语气竟然都差不多，说不是父子都没人性。电话没打通，语音提示对方关机。约在上午10点，现在8点35分。简北辰想和儿子讲道理，是他们来早了，现在应该回到车上，等到了约定时间再来。可苏锦压根没有对话的意思，他抱着书包坐在门口，看都不看简北辰。对一个5岁孩子，他能劝什么？揉了揉太阳穴，简北辰站在一旁跟着等起来。过了半个小时，苏月手里拎着吃剩打包的早餐回来了。苏月扫了眼简北辰，蹙着眉头打开门道：“不是约10点吗？”简北辰从苏月出现便观察着他，对方没有他想象的那般殷勤讨好，而这般冷淡的态度，在简北辰看来是另外一种要钱方式罢了。随后苏月说了一句稍等，然后自己进了屋，没有招呼他们进来的意思。过了5秒不到，苏月拿出个文件袋递给简北辰道：“这是苏锦出生证、育苗本等一些证件，需要我办理什么手续，打电话通知就行。”说完，苏月把门关上了。一旁的苏锦看苏月不搭理自己，想起对方还在生气，他抬头看了眼身旁的简北辰，父子俩四目相对，大眼瞪小眼。苏锦表情难掩怨念，明明说要给他求情的结果一句话不说。苏锦越想越伤心难过的抽抽搭搭起来，这样他也不忘埋怨简北辰真没用。简北辰无奈再次敲了敲门：“苏小姐，我想咱们需要谈谈。”关上门的苏月听到外面简北辰的话，又转身打开门，面无表情道：“进来吧。”终于得以入室的简北辰不着痕迹的打量着
屋内不大却很整洁。简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请先让我与苏锦单独说话。苏月起身看着苏锦道：“跟妈妈去里屋。”苏锦想梗着脖子说不去，可苏月并没有给他傲娇的机会，他想表达叛逆，可没人看。苏月已经进到里屋去了。苏锦瘪了瘪嘴，将书包放在茶几上，跟着去了里屋。简北辰手指放在腿上，有节奏的敲着，他也不去想苏月要做什么，无非是为了多要2个钱罢了。他视线落在了电视后面的墙上，这里挂满了照片，全是母子2人的合照。他起身走过去看了起来，看着照片中极像自己笑容灿烂的孩子，简北辰眼底带有一丝柔和，他已经接受了自己有一个儿子的事实。这时房门打开，苏月从里面走了出来。简北辰看了眼时间，不知不觉竟然过去了20分钟。苏月径直走向简北辰，态度平淡地说：“咱们去阳台谈吧。”简北辰眸色微暗，划过沉思，随后跟了过去。苏锦跟你过，每月我需要有2日的探亲权限，当然如果孩子愿意来，你就送他过来我这边，若是他不愿意也可以免了。你还有什么想法可以提？苏月耐心用的差不多了，刚才劝便宜儿子他嘴巴都说干了，不想和男主再多浪费时间。简北辰从怀中拿出卡放在桌上道：“这是500万，作为这些年你养育他的辛苦费。”苏月不客气利落的接过来，他会把钱存起来，以后给苏锦。关于孩子监护人的问题，需要我签字的话，最好提前1日联系我，一切手续我都会配合。苏月很好说话，他只是想将便宜儿子安排妥当。简北辰应了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”苏月手指轻轻晃了2下，心中沈然。男主约莫以为他会狮子大开口，如今这样好说话，反倒觉得他这边有诈。只有一个要求，对孩子好。这孩子跟在我身边吃了不少苦。苏月说完站起身，伸出手，简北辰回握，2人算是达成了共识。苏锦不想跟简北辰走，是苏月劝着说，他去跟父亲接触一段时间，住上10天半个月，到时候回到幼儿园，别人就不会再说他没爸爸。苏月还说，妈妈，这是你永远的家，随时可以再回来。在苏月看来，苏锦就是自小没有离开过妈妈身边，只要去了男主那里，发现生活更好，小孩子玩得开心，自己可能也不愿意回来了。若是苏锦哭闹要回来，只能说明孩子在男主那里过得不好，他接回身边照顾也可以。苏锦其实没什么东西，苏月刚刚就是忽悠苏锦去收拾东西，方便他和简北辰谈话。结果等他回到房间后，发现这孩子把床头柜掉落的一个角都装进了行李箱，什么台灯、省手机壳，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。苏小锦，你要不要把承重墙带走？听到苏月的问话，苏锦抬头呆愣愣的呀了一声。只见苏锦把小海豚行李箱里的东西推了推，愣是挤出一个角落，他拍了拍空处道：“承重墙是什么？还有地方也可以带。”苏月扶额无言。承重墙对小孩子来说的确是个难以理解的词。离开的时候，苏锦不愿意走，他想吃完晚饭再去爸爸那里，但苏月没有买菜，也不想面对男主那张冰山脸。不行哦，妈妈还有事情，让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？苏锦撅撅嘴，抬头看向了身旁的人，他是想让简北辰帮忙说话，结果简北辰却拿过行李箱道：“走吧。”苏锦闷闷不乐的跟着离开了。走的时候眼巴巴往回看，心想自己在那里最多住10天，然后就回来找苏月。苏月离了他根本不行。开车的简北辰看出了苏锦的低落，孩子很依赖母亲，想起苏月利落收了500万，又干脆的交代好事情的样子，简北辰眉头微微皱起。在商场中，这样性格的人往往是隐藏最深的，看起来做事情光明磊落，实际上暗地里手段极多，心思难测。苏月本以为自己的态度会让男主有个好印象，哪里会想到自己这般问心无愧之举，反倒让男主心生忌惮。送走苏锦后，苏月把原来的工作辞了，接下来得为参加比赛做准备了。这个世界时尚服装方面，他还有许多资料要看。然而这样的日子，苏月只安逸的过了3天。第4天中午，苏月刚吃完饭，便收到了一通陌生电话。苏月接起来后，电话那头传来苏锦的哭声：“妈妈，带我回家，我要回家，呜呜，你快来接我哇啊！”话筒里苏锦哭得撕心裂肺，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儿子，你先不要哭，告诉妈妈你在哪里，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好不好？苏月边说边起身往门口走去。苏锦是个极为坚强的孩子，能让他哭成这样的情况，在原主的记忆里几乎没有。电话那头的苏锦哭声一顿，然后带着哭腔继续道：“不知道在哪，呜呜，没关系，妈妈现在去接你，妈妈知道你在哪，妈妈等下就到。”苏月安慰着儿子，电话突然被挂断了。听着话筒里的忙音，心下一沉，再次拨打过去，那边传来忙音打不通。他翻了翻通话记录，找到了那日男主约他见面时打来的号码，回拨过去显示对方手机关机，电话打不通的苏月套了件外套，出门打车奔着简氏办公大楼而去。此时简北辰坐着飞机刚刚落地，就在苏月挂断的后1秒，他拿出手机关掉了飞行模式，随后坐上加长豪车后向公司驶去。出租车内的苏月仔细回想着剧情，对于可能出现欺负苏锦的人，他没有半分眉目。苏锦为什么会哭？在他身边时，原主的母亲那般对待苏锦，小包子都不曾掉过一滴眼泪。越想越浮躁的苏月心里渐渐有了气，抱着养不好孩子你就还给我的心态。苏月气势汹汹地来到了简氏大楼。简北辰是简氏集团的老总，所以苏月对着前台说要见简北辰时，前台小姐露出带有职业素养的假笑：“请问小姐您有预约吗？如果没有预约的话，暂时无法为您联系简总。”知道对方把自己当成想一步登天的女子，苏月气得垂了下手。她拿出手机打算再打电话试试，刚翻出号码就看到门口一群穿着西服的男子。随后苏月看见了后方进来的男主，他正往总裁专用电梯走过去。前台小姐看到苏月的视线，默默拿起了对讲机，打算苏月如果有奔向总裁的动作，就立刻呼叫保安。苏月大喊了一声简北辰，前台小姐听到苏月这一嗓子，本以为自己会看到简总头也不回的离开，谁知道听到呼唤的简总竟然转身朝这边走了过来。苏月带有质问的语气说道：“手机为什么打不通？”才下飞机，简北辰面无表情，他在想苏月来公司做什么？这才4天便坐不住来要钱了吗？大厅
庭广种下对方毕竟是苏锦的母亲。想到这点的简北辰到办公室去说。苏月哼了一声不必，然后冷着声道：“苏阳在哪里？”简北辰皱眉不言语，看着苏月的眼神带有审视。苏月气结，这人好意思这个眼神看他，他压低声音道：“这边过来说。”然后率先走向了总裁电梯那边，只有那处人是最少的。简北辰随后跟上，他倒要看看苏月想做什么。两人来到墙边，苏月快速说道：“刚刚苏锦哭着给我打电话，说让我接他回家，通话到一半电话就断了，我再回拨过去就打不通了。我把儿子交给你是认为你能够好好照顾他，这才几天他就哭着给我打电话，快点将地址告诉我，我要去见苏锦看他到底怎么回事。”苏月越说越气，到最后语气带上了训斥。简北辰一直都是没什么表情，只是随着苏月的话，他眉头越皱越深，这在外人眼里就有些不对味儿。这小姑娘是在骂简总吗？瞧着那小姑娘嘴巴一直不停地说着话，而简总虽然脸色难看，却没有回过嘴，蹙眉听着。众人猜测纷纷，只见那位小姐走出了公司，简总紧随其后，二人走了，热闹没了。苏月对简北辰说了一堆话后，简北辰薄唇抿了抿，说了苏锦所在别墅区的位置。知道苏锦的位置，苏月便不在男主这里耽误时间，径直越过了对方往外走去。简氏集团不好打车，苏月拦了好几辆都是有客的出租车，一辆黑色豪车停在苏月面前，车窗摇下，坐在里面的是简北辰。上车，苏月双手抱臂没有动，他现在看男主很不顺眼。正巧这时后面有一辆空的出租车，看着苏月往后走的动作，简北辰快速道：“别墅区不许外车进入，出租车停的位置还需要步行20分钟才能到。”苏月动作一致，转身拉开车门上了简北辰的车。简北辰语气淡淡的道：“苏锦的手表定位仍在别墅区内，安全肯定没有问题。”苏月闻言心里松了口气，他转头看向窗外，一言不发。见苏月没有说话的意思，简北辰拿起一旁的文件看了起来。二人就这样一路无言到了苏锦所在的别墅前，大门开启，苏月坐着简北辰的车一路驶进院内屋门前。简北辰从右侧先下车，苏月紧随其后。指纹门锁识别过，后门一打开，满屋狼藉。宽敞明亮的客厅里，桌椅歪歪倒倒，地面上许多瓷器碎片，几名佣人在收拾卫生，还有许多佣人唤着小少爷满屋寻找。佣人们看到简北辰回来了，齐齐停下，叫着先生好。简北辰眼底带着怒气，沉声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人呢？”经由管家的解释，苏月清楚了来龙去脉。苏锦来到简北辰身边后，表现得很乖巧，7点起床，9点睡觉。父子俩虽然没有太多的交流，相处的还算是融洽。昨晚简北辰要去 B 市参加活动，害怕苏锦孤单，便找邻居的2个孩子来别墅陪苏锦玩。3个孩子在房间里突然打起来了，佣人们见状赶紧将3人分开，另外2个小男孩回了隔壁。简北辰和苏月赶到时，佣人们刚发现本该在房间里的小少爷不见了。苏锦，妈妈来了。苏月先是在1楼喊了2句，然后往楼梯上走去。听到这个称呼，佣人们的视线不由自主地偷偷去瞄苏月。先生这个人从来没有领女人回来过，结果前几日突然领回一个儿子，这让大家惊讶极了。而今日他们终于看到了小少爷的母亲。苏月刚上到一半的楼梯，就见苏锦从2楼飞奔而来，一下扑到了苏月的怀里。妈妈来了，不怕不怕。苏月安抚地摸着苏锦的头，然后检查着儿子身上有没有伤，除了衣服皱了，头发有些凌乱。苏月将苏锦的胳膊、腿、肚子等处都捏了捏，见小包子没有躲闪，便知道是不同的，没有受伤。苏月双手捧住苏锦的脸蛋，然后将他的头从他怀中抬起。只见苏锦因大声哭嚎而把脸憋得通红，但他面上却一滴眼泪没有。发觉自己正面对上苏月后，苏锦左右晃了2下，挣脱开苏月的手，把头埋在苏月的怀里，不肯露脸。苏月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他一把抱起小包子，下了楼梯，坐在沙发上，手一下下拍着苏锦的后背安抚着。简北辰也走了过来，坐在苏月的对面，看着自家儿子的后脑勺，他眉头皱得死紧。苏锦为什么和周平、周安打架？在苏月怀里的苏锦鼻子哼了一声，撅了撅屁股往苏月怀里靠得更紧，对便宜爸爸的话不回答。儿子告诉妈妈为什么和周平、周安。说到这里，苏月顿了一下，等等，这名字。这时门铃声响起，管家从可视门铃屏幕中看清来人后，连忙到简北辰身边说道：“先生，隔壁周太太领着孩子过来了，让他们进来。”简北辰虽然只和儿子相处了3天，但他能看出来儿子是个倔脾气。既然不想说，那他就问问另外2个当事人。苏月转身看向门口，一名身穿黄色连衣裙的卷发女子领着2个男孩走了过来。这2个孩子应该就是周平和周安，是他穿越到这本后妈文里女主的双胞胎侄子。待母子3人走近后，苏月拍着苏锦后背的手顿了一下，这2孩子脸上的伤，不会是苏锦打的吧？周家这对双胞胎比苏锦高出半个头，2个人更是比苏锦胖1圈，若是打起架来，就算1对1，苏锦也该是受伤的那个。怎么双胞胎兄弟反倒挂彩了？周家和简家是老邻居了，7年前周家老太爷病故，周家随后举家搬去了国外。简北辰和其并不熟悉，之所以接双胞胎兄弟过来玩，是范雪也就是他们的妈妈看到简北辰领回来了个孩子，碰面时提了一嘴，说他家2个小孩子自小在国外长大，没有玩伴，有空可以让那孩子来玩。简北辰看周家打扮4小绅士的兄弟俩，想到苏锦在别墅一个人玩，就顺势做了邀请。简先生，我家孩子是不是在这闯祸了？回来之后这2人谁也不理谁，问是怎么回事也不说话。闻言，简北辰看了眼苏月怀里的苏锦。苏月听范雪所言，眉尾微挑，女主的大嫂是个情商很高的人，这么说，一来不得罪简家，二来还能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若真是简家有错，随后他再表达态度也不迟。范雪对着周平、周安美人的后脑勺拍了一把，严厉的斥责着：“在简叔叔面前，你们2个臭小子还不说是怎么回事？”兄弟俩对母亲很不服，他们也不怕范雪，但对面前这个简叔叔却有些心里打颤。若不是妈妈在家里非要他们来简家玩，他们一点也不想过来。简北辰话语温和，带有一丝不容置疑。周平、周安告诉叔叔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吗？2个小孩子不敢像对范雪那般不理睬。哥哥将苏锦的玩具弄坏了，非说是我弄坏的，不是，我是弟弟弄
弄坏的。在两个孩子只言片语的对话中，苏月大概捋清了事情的发展。玩具坏了，兄弟俩谁也不承认，你一句我一句。最后苏瑾说你们打一架吧，谁赢谁说的对。然后兄弟俩打起来了。佣人过来看到三人扭打成一团时，其实是苏瑾在拉架。佣人们以为是三个孩子闹矛盾了，当着大人的面，兄弟俩也不好意思说打架原因，便互相置气回家了。弄清楚来龙去脉后，范雪闹了个红脸。来时那么说只是客套，没成想真是自家两个儿子在捣乱。本想能得简家的人情来卖个好，现在竟然成了这样，还不赶紧道歉？瞧瞧你们把这屋子弄得这么乱，来做客一点礼貌都没有。周家兄弟俩眼底闪过迷茫，他们打架也没碰到东西啊，还是他们没注意？两人一起低头说着对不起。在这期间，苏月怀里的苏瑾全程埋着脸头都没有抬，都是5岁的孩子，苏瑾显然更加降重，大人的介入并不能改变他的态度。苏月想让苏瑾转过来，让他面对着兄弟俩。苏瑾嘴里喊着妈妈，手死死搂着苏月的脖子不松开，这声称呼让范雪心中一惊，她以为抱着孩子的是小保姆，没想到竟然是亲生母亲。苏月让儿子坐直，苏瑾偏偏往苏月怀里钻，搂得紧紧的，小孩子滑得像个泥鳅，一通折腾愣是让苏月额间出了层薄汗。范雪看着苏月和苏瑾的互动，想要和苏月说句话试探的机会都没有，事儿都说得差不多了，也不好待在一旁傻站着。范雪提出了离开，简北辰让管家相送。苏月是故意冷着范雪，她看出对方有想和自己说话的意思。女主大嫂这个生物，作为女配，她既没兴趣又不想搭理。苏月起身对简北辰说道：“这孩子犟劲犯了，我先带他到2楼房间里和他私下说说。”说完，苏月便走了。在客厅的简北辰打开一旁的笔记本，整个别墅内的影像都出现在屏幕里。另一头，范雪没空管自己的2个皮小子，她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房间给小姑子发消息：“强强什么时候回国？大嫂，我这边事情处理完就回去。”看着小姑子的回复，范雪收起手机，趁这段时间自己正好观察隔壁的情况。房间内没了外人，苏瑾终于舍得松开了自己的手。苏月双手抱臂，靠在屋墙，居高临下的望着苏瑾说道：“怎么不演了？”苏瑾手指抠着床单，视线左瞟右瞟，就是不敢对上苏月的眼睛。他们兄弟俩打架是你撺掇的吧？这小霸王在幼儿园拳头硬的。苏月以为是苏瑾和周家兄弟2人发生摩擦，没想到这个小霸王不武斗改文斗，用一个玩具就将兄弟2人给离间了。沉默片刻的苏瑾开始装傻：“苏月，这里的小孩子都好可怕，我不想待在这儿了，你带我走好不好？”说完又用力挤了2下眼睛，可惜挤不出眼泪。听完这句话，苏月可以确定了，自己猜的没错，搞出这些的事儿的小包子，最终目的就是让自己带他走。真不愧是男主的儿子，才5岁就能搞出这么多事情，一环扣一环的。见苏月定定的看着自己，苏瑾努努鼻子，苏月现在一点都不好骗了。我想回家，苏月，我想回家，我已经知道爸爸是谁了，也相处过了，可以回去了。苏瑾躺在床上来回滚着，滚累了就停下歇会，然后再接着滚。他心里不明白，为什么以前对妈妈管用的招数，现在都不好使了。苏月在旁冷眼看着苏瑾耍熊。这时屋门被敲响，简北辰站在门口。苏小姐，看简北辰明显有话说的架势，苏月跟着出了房间。他让苏瑾在屋子里老实待着。来到书房，简北辰将视频录像调取了出来，在电脑前，苏月完整的看到了便宜儿子耍心眼的全过程。他扫了眼简北辰，小时候他可没这样，定然是随男主。简北辰蹙眉道：“小年纪不该这般心性，苏小姐，苏瑾需要严厉管教。”苏月点头，简先生说的对，他很认同简北辰的话。苏瑾很聪明，他需要正向的引导，只是在想着如何教育孩子的同时，简先生是否应该让自己先当一名合格的父亲。这才3天而已，苏瑾就闹着要回来，可见在这个别墅里，没有让苏瑾有半分留恋的地方。对于苏月的反问，简北辰神色深沉，他哪里知道怎样当一个好父亲？苏瑾做这些只有一个目的，他要我带他走，离开你的身边。简北辰黑了脸，这模样若是让简氏集团的管理层看了，必会吓得战战兢兢。苏月不是简北辰的员工，对于男主的冷脸他丝毫不惧。最后总结一句道：“你想好好教育苏瑾没问题，关键是你现在留都留不住，谈何教育？这3天的时间里，我不知道简先生都做了什么，但现在结果很明显，苏瑾不喜欢你。”苏月这一顿输出听得简北辰心里凉飕飕的。苏月说的每一句话都化作利剑扎的简北辰千疮百孔。在商场上能言善辩的简总，此刻嘴唇微动，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眸色晦暗，眼底闪过一道极快的幽光。简北辰不缓不慢开口道：“我想请苏小姐帮个忙。”说着，简北辰从怀中掏出支票，在上面填了数额，放到苏月面前。支票金额是100万。相较于霸总文中动辄千万上亿的支票来说，此刻苏月眼前这100万支票显得是那样朴实无华。希望苏小姐能劝苏瑾留下，其余我自有办法。这是苏小姐的辛苦费。苏月挑眉，拿起支票看了看。简北辰见苏月拿起支票的动作，心中暗道对方果然贪财。苏月反问：“这100万是我的了吗？”简北辰点头。苏月哦了一声，然后将支票推回男主跟前道：“这是我的食宿费，简先生收好。今晚我和苏瑾住一个房间，我会好好劝他，希望简先生把握住机会，莫让我白费力气。”望着苏月起身上楼的背影，简北辰忍不住磨了磨后槽牙，抓起支票团作一团丢进垃圾桶。很久没人让简总有心梗的感觉了，因为兄弟俩打的这一架，苏瑾到现在午饭还没有吃，他捂着咕咕叫的肚子，跳下床，从底下的行李箱拿出一袋小饼干，刚撕开袋子就听到敲门声。苏瑾立刻将饼干塞到枕头下面，装作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，下楼吃饭。苏月没什么表情，说话也看不出喜怒。苏瑾内心有些忐忑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家去。他跟在苏月身后下了楼。楼下餐厅内，简北辰已经坐在了桌前，苏月坐在一旁，他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毕竟自己交了100万的食宿费，只是心里有些惊讶，简北辰竟然没有离开。苏瑾到苏月旁边坐之前，将椅子往苏月那边推了推，母子2人靠得更近了些。然后苏瑾拿起筷子和碗自己吃了起来。5岁的苏瑾吃饭很规矩，不会将食物弄得哪里都是。简北辰不喜欢小孩，但他不讨厌苏瑾，自己亲儿子一方面主要也是
性格原因，苏锦这几日来不吵不闹，吃饭睡觉不用哄，说起话来跟大人一样。这样的苏锦让简北辰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回家？他们之前不是相处的挺好吗？如果苏月知道简北辰的想法，一定对其啐一口，真当孩子那么好养的吗？一顿饭3人吃得非常安静。苏月吃饱放下筷子后，苏锦赶紧咽下嘴里的菜，然后也放下了筷子。他视线紧盯着苏月。简北辰早就吃完了饭，他坐在原处没有走。苏月拿着餐巾擦擦嘴角后对苏锦道：“再住一阵子。”听到这话，苏锦嘴巴立马撅起来了。为什么我不想待在这里？我已经在这里待大半个星期了。你不是一直想找爸爸吗？留下来多和爸爸相处不好吗？这些年来你一直在我的身边，也该在爸爸身边陪伴尽孝。苏锦表示很不开心。我还想长大再尽孝。再说了，他也没有养过我，妈妈养过你。妈妈说的话你不听了吗？母子2人的对话全都似冷箭一般射向简北辰。他想说些什么，可完全插不进母子2人的对话。这时简北辰的电话响起，是秘书打来的，说史密斯先生马上要来集团了。这是简氏集团今年最大的跨国合作，此次相见会谈关乎合同敲定与否，所以简北辰必须在场。挂断电话，简北辰刚说了一个5字，那边的苏锦已经变成了哇哇大哭。再问苏月是不要他了吗？在母子2人跟前，完全没有存在感的简北辰闭上了嘴巴。他拿起外套出了屋子，对身后的管家吩咐让他看着点苏月和苏锦。等他再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晚上10点了。这个时间苏锦应该入睡了，但今天他没有。简北辰回到宅子后，看见苏锦端着托盘往楼梯上走，上面有一杯柠檬水。佣人张开双手，小心的在后面护着。听见开门声，苏锦回过头，看到简北辰后，嘴里说一句：“你回来了。”这就算是问候了。说来简北辰还没有听到苏锦叫他一声爸爸，一开始以为是苏锦不好意思，现在看来分明是对方没有接受自己这个父亲。看着小身影上了楼，简北辰又向管家询问了一下下午的情况，随后便解着领带也上了楼。另一头的屋内，苏锦端着柠檬水放到苏月手旁，说道：“苏月他回来了。”专心学习的苏月反应了2秒，才弄明白苏锦口中的他是指简北辰。苏月放下笔，转了转脖子道：“居然10点多了，你上床去休息。我回来之前要是发现你没睡。”苏锦举手道：“我能睡着，我困了。”苏月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起身出了房间。他去敲了简北辰的门，苏月敲了2下门，里面无人回应，心里想着那就明天再说。转身刚走2步，咔嗒一声门开了，简北辰穿着浴袍，手拿毛巾擦着湿发，歪头看他，这让人窒息的可怕场景。苏月倒退了一步，他想起了书中有一个桥段，女配敲门表露爱意，说着要给儿子完整的一个家，然后搂住穿着浴袍男主的腰，下场自然是惨烈的女配被丢出别墅。苏月摇摇头，将不自觉浮现脑中的场景晃走。简北辰眼底泛起不耐，苏小姐有事吗？夜半敲门盯着他的发呆，最好不是他想的那样。回过神的苏月对上男主露出嫌恶的脸，顿时喉中一梗，是他犯蠢了，认为男主现在刚回来，正好把事情说完，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自己好像被误会了。苏月很想大声喊一句，就算你是蟠桃会里的蟠桃，也并非人人都愿意吃好吗？最后他忍了，有些气愤的道：“如果方便，现在去书房咱们谈一谈苏锦的事情；如果不方便，明早在你上班前咱们谈谈苏锦的事情。”苏月说了2个选择给简北辰。这次过后，男主的房间他日后见了绝对绕开走，再来主动敲一次门就是猪。看着眼前突然变得有些气愤的人，简北辰想了想，然后道：“请苏小姐去书房等我。”苏月直接转身离开，没有一丝犹豫。经由此事，他得了教训，自己这个带有敏感女配的身份做事时，特别是面对男主要更加小心。简北辰并没有让苏月久等，他只是换了件居家服就来了。简北辰坐下，直接开口问着：“苏小姐要说苏锦什么事？”苏月同样不想和男主过多的寒暄，对方直奔主题，他也不啰嗦。苏阳答应再住一阵子，但是简先生要给他买一只狗，他之前一直想要养狗，我没有同意，他愿意住下来是因为我说简先生要给他买一只狗才答应下来。见简北辰没有说话，苏月忍住翻白眼的冲动，继续解释道：“父子之间血缘亲情是天生的，但感情需要培养。接下来你可以陪着苏锦买狗、养狗来增加父子互动，让他对你产生感情，这样苏锦才会愿意留在你身边。”苏月说的苦口婆心，这是他的真心想法。苏锦之所以不想待在这里，就是因为对简北辰没有感情。这对父子俩每日说的话可能不超过20句，就这样小孩子不想走才怪呢。片刻，简北辰蹙眉，语气带有一丝僵硬道：“我不喜欢狗。”行，他刚刚那番话说到狗肚子里去了，明天我带苏锦走。苏月也不废话，孩子不给了，他把苏锦交给亲生父亲，就是因为知道男主会待他好，结果现在为儿子养条狗都不愿意。苏月走到门口，门还没等打开，就听到后面传来简北辰咬牙切齿的声音：“我买。”好，简先生说到做到。说完，苏月开门走了。他知道男主怕狗，一见到狗就心跳加速，手脚僵硬，后期好像因为女主而治好了这个心理恐惧。苏月就是想看看男主会不会为了苏锦让步，好在男主答应了。即便是知道书中剧情，苏月仍是忍不住试探1、2，他要确定田野儿子的生活无忧无虑。苏月今晚睡在客房，他来到苏锦房间，看到小包子的确睡着了，他将小台灯关上，然后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这一晚众人睡得都很好，除了简北辰，因为他要去领苏锦去买狗。早餐的餐桌只有2个人，苏锦喋喋不休地说着他想要什么样子的狗，要给狗狗买什么样的狗绳、狗盆等等。简北辰垂眸，苏月说得很对，答应了买狗后这一早上的时间，苏锦对他说的话比过去3天都多。简北辰扫了眼苏锦旁边的空位置，你妈妈呢？苏锦喝了口豆浆，然后拍拍肚子道：“妈妈说我昨天吓到她了，今天要睡到中午才起。”其实是苏月想赖床，但在便宜儿子面前又不想暴露这个事实，故此找了个糊弄孩子的理由。简北辰看着坐在椅子上拿着 iPad 来回翻着狗狗照片的儿子，缓缓开口道：“你妈妈平日也睡到这个时候吗？”苏锦放下 iPad， 坐直身子，表情严肃地看着简北
北辰。简北辰动作微顿，眉头挑起，看向儿子道：“怎么了？”苏锦感叹地说道：“妈妈猜得好准哦。”苏锦学着苏月的语气说了一句：“请过好自己的生活，这是妈妈让我说的。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，就这么回你。”这句话的意思简单点说就是和你有关系吗？请管好自己。简北辰听懂了话里隐含的意思，握着叉子的手紧了紧。他对着苏锦扯了扯嘴角。苏月很好。